我买了这台电脑大概有3年了，它一直工作得很好。对我来说，这台电脑不仅仅是工具，还是娱乐和生活的一部分。日常的工作、游戏、浏览网站，全靠它来完成。但最近几天，它开始变得有点奇怪。起初只是一些小毛病，文件夹在打开时变得慢了点，鼠标偶尔会卡住，键盘也有时候反应不灵敏。我以为只是老化的问题，毕竟电脑用久了，多多少少会出现些状况。我甚至给它清过灰尘，重装了系统，希望这样能解决问题。然而，那些小问题并没有消失，反而开始变得越来越诡异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很晚，当我结束工作准备关机时，桌面的图标突然不受控制地快速闪烁起来，就像有人在疯狂地点击它们一样。屏幕不断跳转，文件夹一个接一个地打开，浏览器里的标签页也开始疯狂增加，仿佛我的电脑被无形的手操控着。我连忙按下电源键强制关机，然后深呼吸，告诉自己可能是某种病毒或系统问题。第二天，我打开电脑，问题消失了，一切似乎恢复正常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经常会听到电脑发出轻微的声音，就像有人在键盘上快速打字，但我的手根本没有碰过键盘。荧幕上的游标也偶尔会自己移动，但不会进行任何明显的操作，像是故意在戏弄我。更诡异的是，某些我从未下载过的文件开始出现在桌面上。这些文件的名字都很奇怪，像是随机敲出的一串字母和符号。每次我打开这些文件，里面只是一片空白。最开始，我试图删除它们，但每次删除后，第二天它们又会出现，甚至多了几个。这些文件就像幽灵一样，无法摆脱。我心里开始有些发毛。某个晚上，我加班到午夜，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个人。那天的工作进展不顺，我一边盯着屏幕，一边在键盘上快速敲打。突然，电脑荧幕一片漆黑，没有任何警告，屏幕就这么熄灭了。我还以为是电脑死机，正打算重新启动，荧幕上突然闪过一个模糊的影像。我不敢确定那是什么，但看起来像是一张人脸。它模糊不清，但我能隐约看出那是一张苍白的、没有任何表情的脸。它盯着我，没有眼睛，只有一片黑暗的窟窿，像是黑洞般吸引着我的目光。然后那张脸消失了，屏幕恢复了正常。我以为自己看错了，或者是太累产生了幻觉。我关掉了电脑，拿起包打算回家。然而，当我正要关灯的时候，电脑竟然自己重新开机了。那熟悉的启动声音在空荡的办公室里显得异常刺耳。我站在原地，心跳加快，盯着那台自动启动的电脑。荧幕亮了起来，但桌面并没有正常显示。荧幕上显示的是一行字：你为什么忽略我？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这句话不可能出现在我的电脑上，我从来没有输入过这样的内容。难道是病毒？但病毒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我开始感到害怕，并迅速拔掉电脑的电源。但即便这样，那句话依然在黑屏上闪烁着，像是直接刻在了屏幕上。我疯狂地想找到解释，这一定是某种恶作剧，或者我长时间加班已经让我神经错乱了。我离开了办公室，心里告诉自己，明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。回家后，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无论如何，那张脸和那句话都挥之不去。第二天，我没去办公室，而是决定去找专业人士检查电脑。技术人员检查后告诉我，电脑一切正常，没有病毒，硬体也没问题。他们无法解释我所描述的那些异常现象，这让我更加不安。回到家，我犹豫了很久才重新打开电脑。这次桌面恢复了正常，没有怪异的弹窗或讯息。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开始认为一切可能真的只是我的幻觉。这样平静的状况持续了几天，直到那个噩梦般的夜晚。那天晚上，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脑前，突然，桌面的所有图标再次开始闪烁，像是被无形的手掌控着。接着，荧幕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文件夹。这个文件夹的名称非常简单，只有一个词：回忆。我的手心开始冒汗，鼠标悬在文件夹上方，我犹豫了几秒，最终还是点击了它。文件夹里有一个视频文件，名字是 home.mp4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它。视频开始播放，画面一片黑暗。过了几秒，镜头移动到了我的房间。我感到一股寒意瞬间窜上脊背，因为这段视频的拍摄地点正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，甚至角度也是从我的电脑荧幕后拍摄的。画面中的我正坐在电脑前工作，脸上的表情专注，仿佛完全没注意到背后的摄影机。我不由自主地回头望向四周，但房间里空无一人。我再次看向屏幕，视频继续播放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画面越来越靠近我，最后几乎贴在了我的后脑勺。然后画面一晃，视频结束了。我呆坐在椅子上，脑中一片空白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。那段视频就像是有人偷偷潜入我家拍摄的一样，但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可疑人物。就在我准备起身的时候，屏幕再次黑了下来，这次没有闪烁的图标，也没有神秘的文件夹。黑暗中，那张熟悉的苍白脸孔再次出现。他没有眼睛，只是空洞地盯着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在嘲笑我。他无声地张开了嘴，接着屏幕上的字幕慢慢浮现：你不能逃避。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剧烈加速，手指僵硬，想移动却无法动弹。我只能无助地看着那张脸越来越靠近，像是要从荧幕中爬出来。我终于失去控制，猛地拔掉了所有电源插头，屏幕瞬间熄灭。房间陷入了死寂，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声回响着。现在我坐在这里，电脑关着，但我知道他还在看着我。我不敢再打开它。可是那张脸，那些声音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它都会出现，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。有些东西不是你能简单关掉电脑就能逃避的，它已经渗透进了我的生活，成了我无法摆脱的存在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